27寸 4K 分辨率友达面板，10比特色深，并且还支持 HDR 400和65瓦的反向充电。给到这样的参数，这台联想的子品牌来酷 M272-1PL 价格却只要1349，这个配置和价格就难免让人怀疑这台机器是不是有猫腻在里面了。经过我这几天的测试，本期视频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台看似性价比炸裂的显示屏表现到底怎么样。先简单过一下配件：外置电源适配器、DV 线、方形底座支持俄罗斯的快拆设计，显示器的支架支持俯仰和左右角度的调节。虽然支持旋转，但操作的时候需要稍微把屏幕倾斜一点，不然屏幕的边角会和底座发生剐蹭。好在背面带有完整的100×100 VISA 壁挂孔位，这里还是建议搭配悬臂支架来使用。显示屏的正面还是目前大多数屏幕所常用的3面窄边框设计，下巴比较宽，3边比较窄，整体控制的还不错，但是四周的边框比较宽，算是一些细节上的小问题。背板是一整块的工程塑料，适当加上一点橙色点缀，整体并没有郭德设计。OSD 菜单调整也是经典的锅仔片设计，正面有对应的标识，说不上难用，但需要稍微大力一点。菜单本身的功能也是中规中矩，支持部分色域的缩限，基础的功能该有都有，也都在自己该在的地方，就是搭配这几个按键的使用体验有点血压升高。接口方面，一个 USB 上行，2个下行 ，HDMI 2.0一个 ，DP 1.4一个，还有一个支持反向65瓦供电的 Type C 接口同时还内置了2个2瓦的音响，可以拿来听个响。整体看下来，除了视频接口输入稍微少了一些之外，功能性接口方面对于这个价位来说也是相当丰富了。至于拓展功能方面，游戏准星这些常见功能就不提了。需要提到的是这边的重力感应功能，可以实现屏幕翻转之后的自动变向。这个功能配合悬臂支架是非常好用的，不用每次翻转之后再进设置里面调整显示器的方向，大幅度提高了使用效率，这一点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面板部分因为没有办法进显示器的工程模式，具体的面板型号就不知道了，但通过客服的信息可以知道这一块是友达面板。至于是不是原厂背光，显示器卖到这个价位，在没有宣传一种标注的情况下，那就默认是非原厂背光了。在出厂模式下，实测色域覆盖97%的 sRGB 和92%的 Adobe RGB， 色域容积132%的 sRGB 和98%的 Adobe RGB。测试结果中330尼特的亮度，考虑到我这款校色仪测试其他显示屏也会普遍低个50尼特，相当于出厂误差。基本上显示器的亮度在380尼特左右，算是勉强达到官方宣传的400尼特水平。对比度在1000:1左右，白点偏差只有0.76，平均调塔 E 在0.74，最大6.51，主要出现的偏差在蓝色部分，我想这也是非原厂背光的锅。灰屏和表现在红色部分会有一定的偏差，单看这个结果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在开启了 sRGB 模式之后，白点和色准都有了较大的偏差，对比度也下降到了775:1。sRGB 缩限，这台显示器基本是做的比较差的，更建议大家在出厂模式下使用。在校色之后，色准稍微有了一点点的改善，从平均调塔 E 的0.74下降到0.65，最大调塔 E 下降了0.02，只能说聊胜于无。至于亮度均匀性和漏光这2个比较看人品的参数，3/5表格测试，中心区域最高亮度为335尼特左右，在左下角出现了最大亮度误差，在280左右。仔细观察时可以发现边缘存在暗角的。至于漏光方面做的还可以，不算翻车。在这一轮测试下来 ，M271PL 在这个价位做到 4K 分辨率，比较适合作为一块观影或者办公的屏幕来使用，并且还可以提供非常丰富的接口，包括 USB 上下行和额外的 Type C 反向供电，也有一些同价位显示器所不具备的功能，比如说重力感应，这些都是这款显示器在这个价位非常出色的功能。但是也有几个比较翻车的地方，首先就是 sRGB 缩限下的色准并没有做好，缩限后色准直接原地起飞。其次就是我这一台显示器的亮度均匀性做的比较一般，至于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出厂的色准表现在蓝色部分会有比较大的偏差，并且在校准后这个现象依旧存在，所以在比较专业的绘图或者调色领域，这款显示器还是比较吃力的。至于不太注重色准的办公观影方面，那这样是没有任何问题，接近400尼特的亮度也可以提供一个还不错的 HDR 表现。好了，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